曾經背叛他的仇人，如今跪地求饒，重活一世的他絕不再心慈手軟。哪怕是傳聞中冷酷的冰雪公爵，也成了他復仇路上最鋒利的棋子。這一次，他要讓所有叛徒血債血償。宴會廳裡，一對男女正跪在地上瑟瑟發抖。盧卡緩緩走到他們面前，他微笑着提起對方曾經的嘲諷，說：“澤斯大人根本不愛他，就算嫁入高門，也不會被家族重視。”跪着的兩人嚇得趕緊磕頭道歉，承認自己之前說錯了話。盧卡聽後只是輕笑一聲，贊同那兩句話確實錯得離譜。盧卡挽起澤斯的手，向跪着的兩人展示他們的親密。周圍的貴族見狀都驚呆了。傳聞中冷酷的冰雪公爵澤斯，此刻竟然露出了溫柔的微笑。盧卡接着表示，父親盧希爾侯爵也極其器重他，只因他繼承了家族正統的血統。隨後他輕聲喚了聲澤斯，手中凝聚起耀眼的藍色魔力。跪在地上的兩人嚇得連聲求饒。盧卡微笑着表示自己絕不原諒，直接出手用魔法將兩人凍結。澤斯走上前攬住盧卡，主動提出由他來處理後續的清理工作。盧卡輕聲向澤斯道謝，這一幕讓在場的貴族們更加震驚。盧卡看着被凍結的兩人，心想這種垃圾還不配死在自己手裡。他打了個響指解除魔法，任由兩人癱倒在驚恐的貴族面前。澤斯輕聲喚着盧卡，帶他離開宴會廳。盧卡順從地挽着澤斯離開，內心卻早已下定決心，這一世他絕不會再相信任何人，不管澤斯是敵是友，他都必須找出那個背叛他的混蛋。雖然已經離開了宴會廳，但盧卡心裡的恨意根本無法平息。看着那些曾經背叛過自己的人，他腦子裡只剩下一個念頭，那就是讓他們血債血償。在這個帝國裡，有4個底蘊深厚的偉大貴族家族，他們分別掌控着風土火冰4種魔法，而位列第一的雪瓦利埃家族則用冰魔法守護着帝國的邊境。作為第一家族的繼承人，澤斯公爵一直備受矚目，甚至有傳聞說他將迎娶大公主。然而一道突如其來的皇室詔令卻宣布他將迎娶第5大家族的長女盧卡。這個消息頓時讓整個帝國陷入震驚，帝國街頭巷尾都在瘋傳一個消息，第一家族的澤斯公爵竟然要迎娶第5家族的女兒，這讓原本以為公爵會娶公主的平民們都感到難以置信。而在貴族的社交宴會上，大家也在私下議論這樁婚事。有人說澤斯公爵冷酷無情，國王絕不會把公主嫁給他，而他要娶的則是被稱為幽靈小姐的盧卡。貴族們嘲笑兩人的門第根本不配，卻又譏諷冷酷公爵與幽靈小姐是絕配。這時人群突然安靜下來，因為盧卡正緩緩走入宴會廳。盧卡一頭藍色長髮，神情冷漠，雖然美得令人驚嘆，但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貴族們在背後竊竊私語，說他果然配得上幽靈小姐的名號。宴會結束後，盧卡乘上馬車離開，聽到人們稱呼他為幽靈小姐，讓他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過去。在這個家裡，他從未感受過任何愛意，父母的政治聯姻名存實亡，父親更是只把孩子當成工具。哥哥卡米爾被強迫接受繼承人教育，而他則被當成聯姻的籌碼。為了反抗父親的控制，盧卡選擇封印笑容，戴上冷酷的面具。然而比他小1歲的妹妹米露亞卻在這個家裡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偏愛與对待。作為私生女的妹妹米露亞不僅獨佔了父親所有的寵愛，甚至還經常嘲笑連一點關愛都分不到的盧卡。深夜，馬車緩緩駛回侯爵府，保姆特蕾絲早已在門口等候，關切地要為盧卡準備熱飲。看着眼前溫柔的特蕾絲，盧卡不禁想起小時候，每當自己因為嚴苛的教育挨打時，不僅要忍受嚴厲的懲罰，還要面對僕人們在背後的竊竊私語。他們嘲笑他是反應遲鈍的殘次品，甚至叫他可怕的幽靈小姐。只有保姆特蕾絲會溫柔地抱住他，告訴他並不是什麼殘次品，而是自己的驕傲。在這個冰冷的家裡，特蕾絲代替母親給了他唯一的溫暖。回到房間的盧卡疲憊地躺在床上，他怎麼也想不通，像澤斯公爵那樣顯赫的家族為什麼會主動向他這個孤僻的人提親。傳聞中澤斯在戰場上冷酷無情，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他根本不想嫁给這樣一個危險的男人。但對方畢竟是地位顯赫的公爵，而且這門婚事是皇室下達的聖旨，盧卡根本沒有拒絕的餘地。轉眼到了婚禮當天，宏偉的教堂裡正舉行着盛大的儀式，在神父的見證下，迎來了宣誓之吻的環節。澤斯緩緩掀起盧卡的頭紗，看着眼前這位傳聞中的冷酷公爵，盧卡發現他本人遠比畫像上更加英俊，散發出的氣場也完全不同。澤斯低下頭吻向盧卡，盧卡心想這位冰雪公爵果然毫無笑意，而他自己對這樁婚事同樣沒有感情。就在這時，教堂大門被猛然推開，一名手持利刃的男子大喊着衝了進來。現場頓時陷入一片混亂，盧卡被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無法動彈，眼看刺客的利刃就要刺向盧卡，保姆特蕾絲突然衝上前擋在他身前，冰冷的刀刃瞬間刺穿了特蕾絲的身體，盧卡徹底呆住。一旁的澤斯迅速出手釋放魔法，瞬間將行凶的刺客凍結在原地。盧卡撲倒在血泊中的特蕾絲身邊，拼命呼喊卻得不到任何回應，悲痛欲絕的他只能緊緊抱住特蕾絲。這時盧卡注意到刺客身旁掉落了一封信，上面用已經失傳的古代文字寫着：致我親愛的莉亞，我將永遠愛你，也將永遠恨你。還沒等盧卡理清頭緒，被凍結的刺客身上突然燃起烈火，在熊熊烈火中，被凍結的刺客竟掙脫束縛，再次抱起，揮舞着利刃直奔盧卡而來。危急關頭，澤斯迅速拔劍斬向刺客，溫熱的鮮血瞬間濺了盧卡一臉。
此時自刻懷中掉落出一條項鏈，看着項鏈上刻着的古代文字，盧卡腦海中瞬間閃過無數畫面。在這一刻，他終於想起了前世的所有記憶。在前世的記憶中，莉亞出生在一個早已滅亡的王國貧民窟裡。自從母親跟有錢人私奔後，父親每天都對她拳腳相加，甚至在某一天企圖對她做出禽獸不如的事。無法忍受的莉亞拼死反抗，在父親的怒罵聲中，赤腳逃進了暴雨傾盆的黑夜。她漫無目的的在雨中奔跑，雖然暫時逃脫了魔掌，卻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去往何方。就在莉亞走投無路時，一個旅行劇團的團長叫住了她，主動邀請她進帳篷避雨。莉亞向他坦白了自己的遭遇，並答應成為舞者來換取收留。很快，莉亞就迎来了自己的首秀，但她出众的容貌和待遇卻招來了劇團其他女成員的嫉妒。他們在背後酸溜溜的嚼舌根，甚至商量着要在她鞋裡放蜥蜴。好在團長及時出現制止了他們，並安慰莉亞不要把這些閒話放在心上。此時的莉亞已經換上華麗的舞衣，準備迎接她作為舞者的新人生。劇團樂師拉希德主動鼓勵莉亞，肯定她是憑實力拿到的登台機會，這讓莉亞十分感激。在拉希德眼裡，莉亞不僅聰明好學，還非常擅長幫劇團拉贊助。面對拉希德的誇獎，莉亞笑着調侃他今天嘴甜，拉希德則表示只要他跳得好，自己願意一直誇下去。隨後兩人便一同走向了舞台，在拉希德的伴奏下，莉亞在舞台上盡情起舞。她很慶幸能有這樣一位对自己沒有非分之想的搭檔。經歷過父親的虐待後，她決定要利用男人爬上頂峰。莉亞原本計劃利用美色誘惑贊助商，先成為劇團的頭牌，再一步步爬上舞者的巔峰。然而這個計劃還沒實現，她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災難。在一次宴會上，莉亞突然被按倒在地，周圍的人憤怒地指責她是骯髒的小偷，貴族們紛紛圍觀，並大聲斥責，說她偷竊貴族財物的行為簡直無法無天。守衛粗暴地踩住莉亞的頭髮，強行扯下她脖子上的紫色寶石項鏈，質問她是不是偷了貴族夫人的首飾。莉亞拼命掙扎着解釋這是別人送的禮物，但根本沒有人願意相信她。面對辯解，對方根本不予理會，直接下達了當場處決的命令。冰冷的利刃瞬間刺穿了莉亞的胸口，她痛苦地倒在血泊中，呼吸漸漸微弱。一旁的男人看着這一幕痛哭流涕，拼命解釋自己絕对沒有陷害她。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莉亞終於明白了一切，原來那個送她紫色寶石項鏈並謊稱是領主賞賜的人，正是她最信任的搭檔拉希德，而這串項鏈就是陷害她的證物。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莉亞，拉希德不僅沒有絲毫愧疚，反而冷酷地表示，這都是因為莉亞對其他男人微笑。拉希德在莉亞耳邊低語，說自己永遠愛她，也永遠恨她，隨後冷酷地向她告別。莉亞攥緊手中的紫色寶石項鏈，徹底閉上了眼睛，記憶的碎片在腦海中漸漸隱去。盧卡猛然回過神來，懷裡還抱着重傷倒地的特蕾絲。此時的婚禮現場一片混亂，澤斯公爵正憤怒地質問守衛，到底是誰把刺客放進來的？看着只顧處理現場的澤斯，盧卡明白這只是一場政治聯姻，對方對自己沒有半點關心。不過這樣也好，互不干涉反而更方便。他環顧四周，記下了在場所有人的臉。既然拉希德轉世後依然想要殺他，那他也一定存在於這個時代。他絕不原諒拉希德將特蕾絲捲進來，是要找出他，完成前世的復仇。盧卡雙手匯聚起耀眼的光芒，開始施展魔法。特蕾絲身上的血跡竟開始倒流。盧卡輕聲向特蕾絲做最後的告別，感謝他一直以來給予自己的溫暖與愛意。隨後他緩緩站起身，抬手解開了盤起的藍色長髮。盧卡的眼神已變得無比堅定，他是要揪出這場刺殺背後的真兇。盧卡看着手中的黑色卡片，眼神變得無比冷冽。婚禮現場的貴族們開始交頭接耳，紛紛議論起這位平日裡毫無存在感、被稱為幽靈小姐的盧卡。不明白她今天為何突然像變了個人。聽着周圍的竊竊私語，盧卡不禁想起了前世的遭遇。那時身份低微的他，只能任由這些高高在上的貴族踐踏。在前世的記憶中，他僅僅因為救了擋在馬車前的孩子，就被貴族痛罵是骯髒的平民。為了在夾縫中求生，他只能在舞台上向貴族諂媚起舞。但如今的他已經脫胎換骨，繼承了高貴血統的盧卡再也不用為了生存而卑躬屈膝。他與澤斯並肩站在婚禮殿堂上，冷眼看着台下的貴族。憑借前世積累的閱歷，他能輕易通過呼吸和眼神看穿人心。台下那些不懷好意的目光全都被他盡收眼底，他絕不會放過任何針對自己的敌意。盧卡在人群中停下，直接伸手捏住紫絕之女勞莉的臉。盧卡發出一聲冷笑，冷冷的宣告已經找到了他。面對驚恐的勞莉，盧卡直接開口質問，問他是不是因為討厭自己，或者是對澤斯公爵心存愛慕。被當眾質問的勞莉神色慌張，連忙大聲否認這一切。盧卡冷冷地拆穿了勞莉的謊言，指出他既然不愛慕公爵，也不討厭自己，就更沒有理由派刺客來送死。面對勞莉的極力否認，盧卡展示出手中黑色卡片上的殘留香氣，指出這股獨特的味道正與勞莉身上的一模一樣。畢竟巴羅萬子爵的女兒親手調制香水，在貴族圈子裡早已不是秘密。盧卡警告勞莉，如果請擅長土系和風系魔法的貴族調查真相，很快就會水落石出。問他是否還要繼續裝傻。看着用如此簡陋計劃行刺的勞莉，盧卡直言這簡直愚蠢至極。被當眾揭穿的勞莉徹底癱坐在地。盧卡直接追問他是從哪裡拿到的信件。勞莉顫抖着交代，信是他從買來的書裡發現的，上面寫着只要在隱秘處燒掉信，來見面的人就會幫他實現願望。
盧卡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難怪勞力根本不知道幕後黑手是誰，而那封本該被燒毀的信件，如今成了無法抵賴的鐵證，讓勞力徹底啞口無言。眼看事情敗露，勞力的父親巴羅萬自覺慌忙衝上前，跪在地上拼命磕頭求饒，哀求盧卡能放他們一條生路。盧卡只是冷冷地看着這出鬧劇。圍觀的貴族紛紛議論，指責勞力謀殺公爵夫人的罪行死有餘辜。面對眾人的指責，勞力徹底崩潰，哭喊着自己不想死。盧卡冷冷地看着他，直言如果計劃得逞，死的就是自己。勞力如今的下場完全是咎由自取。看着眼前這個害得特蕾絲重傷的兇手，盧卡在心中發誓絕不會讓他輕易死去。盧卡表示今天是自己的大婚之日，為了不讓婚禮現場再沾染鮮血，他決定破例饒勞力一命。盧卡注意到澤斯的臉色很難看，心想就算是政治聯姻，妻子差點被殺也讓貴族面子掛不住。於是他主動挽起澤斯的手臂，微笑着詢問他的意見。澤斯沉默了片刻才開口，表示只要盧卡沒意見他就無所謂。這短暫的遲疑讓盧卡有些疑惑，但他並沒有往心裡去。接着盧卡又提出一個要求，希望讓勞力留在身邊當專屬女僕，認為這比直接殺了他更有懲罰效果。澤斯聽後沒有反對，直接答應讓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看着如此爽快答應的澤斯，盧卡在心中暗暗發誓，如果他真是拉希德自己，絕不會放過他。盧卡表面上笑着向澤斯致謝，內心卻已下定決心，要讓拉希德嘗盡前世的絕望與痛苦，一步步將他逼入絕境。夜幕降臨，公爵邸的書房裡依然亮着燈，管家向澤斯確認今日的處理安排，並提醒他今晚是新婚之夜，應當前往夫人的房間。澤斯卻以忙於善後為由直接拒絕，獨自留在書房處理公務。澤斯拿出一張紙條遞給管家約瑟夫，吩咐他去安排上面的事情。管家看清內容後有些驚訝，但還是立刻恭敬地領命退下。書房裡只剩下澤斯一個人，他看着緊閉的大門陷入了沉思，隨後嘴角微微上揚。大雨倾盆而下，特蕾絲的葬禮在教堂墓園舉行。盧卡身穿喪服，手捧白花，安靜地站在墓穴前，看着棺木中安息的特蕾絲。盧卡在心中深深哀悼，直言經歷了2世，特蕾絲是他唯一真正痛惜的人。腦海中浮現出特蕾絲生前的笑容，耳邊仿佛再次響起她溫柔的聲音，稱讚盧卡小姐永遠是他最大的骄傲。盧卡再也抑制不住感情，在特蕾絲墓前失聲痛哭。旁觀的貴族們見狀，紛紛露出偽善的同情，私下感嘆着這場悲劇。盧卡聽着這些虛偽的哀悼，心裡很清楚他們的淺薄。這一世，他會利用一切能利用的資源。貴族們又把話題轉向一旁的澤斯，議論公爵雖然對妻子態度冷淡，卻願意為區區保姆舉辦盛大葬禮，看來心裡其實非常珍視妻子。盧卡偷偷看向神色平靜的澤斯，心中充滿疑惑：一個新婚之夜都不肯露面的人，為何要安排這麼隆重的葬禮？不過多虧了這場葬禮，再也沒人敢嘲笑他是詛咒新娘，也沒人敢說這是一場不祥的婚姻。雖然覺得澤斯讓人捉摸不透，但盧卡還是很感激他能為特蕾絲舉辦這樣體面的葬禮。聽着回盪在墓園的歌聲，盧卡默默祈禱特蕾絲能聽到。看着墓碑，盧卡在心中暗暗發誓，這一世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並且一定要找到拉希德報仇雪恨。他請求特蕾絲在天之靈保佑自己。葬禮結束後，盧卡回到了公爵府，在公爵夫人的臥室裡醒來，他輕輕搖響了床頭的金鈴。女僕們聽到鈴聲，推門進來，恭敬地向盧卡問好。盧卡微笑着向他們打招呼，這讓女僕們有些受寵若驚。盧卡看着體貼的女僕們，心裡卻覺得有些奇怪，明明自己和澤斯還沒有同房，府裡的僕人卻對他異常恭敬。在女僕們的服侍下，盧卡換上了華麗的禮服。他想起母親曾告誡過自己，如果得不到丈夫的寵愛，就會被底下的僕人看不起。可現在根本沒人敢欺負他。盧卡向女僕們道謝後出門，猜測或許是因為自己每天都和澤斯共進晚餐，才讓僕人們不敢輕視他。走廊上的女僕貝拉見到他，也立刻恭敬地彎腰問候。貝拉沒想到夫人能叫出自己的名字，感到十分榮幸。盧卡則暗自慶幸，多虧了前世作為利亞什的訓練，自己才能輕鬆記住這些人的名字和長相。然而貝拉緊接着卻話鋒一轉，指出盧卡今天臉色蒼白，毫無生氣，關切地詢問他是不是出了什麼事。盧卡聽出了對方話裡的刺，心想這女僕大概是覺得他沒了保姆，又得不到公爵的寵愛，才敢當面用幽靈小姐的傳聞來嘲諷他，這反而激起了他的鬥志。盧卡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微笑着反問貝拉，是不是自己真的看起來那麼蒼白？如果是這樣，那他必須得懲罰那個給他化妝的人。看着愣在原地的貝拉，盧卡繼續微笑着施壓，說化妝師把他畫得像個活死人，這可不適合去見公爵大人。盧卡微笑着感謝貝拉的提醒，心裡卻很清楚，化妝師的地位比貝拉高，如果化妝師因此受罰，貝拉在府裡的日子絕對不会好過。面對盧卡的步步緊逼，貝拉慌忙解釋自己沒有惡意，卻在盧卡的追問下啞口無言，根本不敢承認自己對夫人的輕視。盧卡決定借此機會立威，讓貝拉成為殺雞儆猴的榜樣。他以不能讓公爵久等為由轉身離開，打算事後再去補償無辜受罰的化妝師。看着盧卡離去的背影，貝拉為自己的多嘴感到無比懊悔。圍觀的僕人們也十分震驚，沒想到傳聞中軟弱的幽靈小姐手段竟然如此厲害。盧卡來到餐廳與澤斯共進晚餐，兩人在空曠的餐桌兩端默默用餐。盧卡看着對面的澤斯，懷疑每天一起吃飯只是為了做樣子。
澤斯察覺到異樣，主動開口詢問。盧卡有些慌張，連忙微笑着掩飾。這時，澤斯突然提出，希望盧卡能直接叫他澤斯。盧卡記得他明明討厭別人直呼其名，但還是順從的改口叫他澤斯大人。澤斯向他道謝，並稱呼他為盧卡。盧卡雖然摸不透澤斯的心思，但覺得既然自己滿足了他的要求，或許接下來也能向他提出自己的條件。盧卡看着澤斯溫柔的模樣，一時間有些失神，甚至開始動搖自己不與他圓房的決定。回過神後，盧卡說出自己的目的，他想要買一個奴隸。澤斯雖然有些驚訝，但還是答應下來，並提出要親自陪他去挑選。盧卡希望今天就能出發。澤斯聽後沒有推脫，直接決定今天就帶他去買奴隸。得到澤斯肯定的答覆，盧卡連忙向他致謝。離開餐廳後，盧卡獨自走在走廊上。澤斯的爽快雖然有些出乎意料，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能順利買到奴隸。在找到拉希德的轉世復仇之前，他必須先培養一個絕對不會背叛自己的同盟。而此時陰暗潮濕的地下監牢裡，正關押着被鎖在鐵籠中的奴隸。奴隸睜開雙眼，他看着窗外的月亮，在心中默默呼喚着塞勒涅的名字，詢問他如今究竟身在何處。夜幕降臨，澤斯陪同盧卡來到奴隸交易所，看着眼前一排排冰冷的鐵籠，盧卡正盤算着該挑選哪一個。走廊深處突然傳來一陣打罵聲，奴隸贩子正凶狠地教訓着奴隸。一轉頭看到有貴客登門，他連忙堆起谄媚的笑容上前招呼。盧卡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表示自己想要挑選一個奴隸。鐵籠裡一個滿身傷痕的朗爾少年聽到動靜緩緩抬起頭，用充滿敵意的目光死死盯着他們。奴隸販子見他竟敢對貴客無禮，惱羞成怒地揮起皮鞭狠狠抽了過去。奴隸販子趕忙向盧卡賠罪，解釋說這個朗爾少年極其叛逆，和那些聽話的奴隸完全不同。看着鐵籠裡眼神凶狠的少年，盧卡卻當場決定就要買下他。奴隸販子見狀趕緊出言勸阻，擔心這個野性難馴的家伙會傷到主人，極力推薦其他溫順的奴隸。盧卡卻完全不在意，表示只要有奴隸文章在，對方就絕對無法傷害自己。可奴隸販子依然吞吞吐吐地找借口，這讓盧卡有些不耐煩，直接質問對方是不是不想賣。眼看貴客起了疑心，奴隸販子嚇得連聲否認，解釋說只是因為這家伙太難管教。盧卡懶得再聽他廢話，表示自己願意承擔一切後果，甚至主動提出在契約中加上免責條款。奴隸贩子開始轉移奴隸文章的所有權，隨着魔法陣在腳下亮起，契約正式生效。就在所有權轉移完成的瞬間，朗尔少年突然暴起，亮出锋利的爪子撲向奴隸贩子。眼看奴隸贩子就要命喪當場，盧卡卻冷冷地出聲制止。契約的力量瞬間生效，少年的利爪硬生生停在半空。他憤怒地質問盧卡為什麼要阻止他。盧卡雙手環胸，神色冷漠，直言自己從未下過這樣的命令。契約的力量將少年死死壓制。盧卡看着痛苦掙扎的他，直言還以為他會硬抗到底。回到公爵府後，管家上前迎接眾人，主動提出安排下等女僕幫渾身髒兮兮的少年進行清洗。盧卡深知這個國家對獸人的歧視，為了保護這個少年，他當場拒絕了管家的提議，決定親自帶他去清理，並嚴令禁止任何人靠近。無視了管家震驚的表情，盧卡向一旁的澤斯告退，直接帶着少年轉身離開。盧卡把少年帶到浴室，指着洗浴用品讓他把身體洗乾淨，並警告他自己就在門外守着，就算想逃跑也無濟於事。看着少年滿身的傷痕，盧卡不禁有些觸動，這讓他想起自己前世在貧民窟時也曾遭受過父親和官員的毒打。盧卡警告少年絕不能把接下來的事情說出去。少年警惕地詢問這是否是命令。盧卡沒有正面回答，而是直接伸手發動了治癒魔法。隨着溫暖的綠光亮起，少年身上的傷口迅速愈合。盧卡解釋說，為了不引起懷疑，他故意留下了他臉上的傷。交代完注意事項後，盧卡便轉身走出浴室，留下少年獨自在裡面清洗。少年覺得盧卡是個奇怪的人，不僅用隱藏的魔法幫他療傷，甚至沒有命令他不許逃跑。他泡在溫暖的浴池裡，感受着久違的溫度。洗完澡後，少年換上了新衣服。盧卡特意改造了衣物，方便他的尾巴露出來。少年表示這樣就很好。盧卡慶幸自己前世做衣服的經驗沒白費，同時他也有些驚訝，洗乾淨後的少年不僅有一頭銀髮，居然還擁有一雙罕見的異色瞳。盧卡看着洗乾淨的少年，心想管家居然管他叫狗頭獸人。他湊上前篤定地詢問，你其實是高貴的狼族吧？盧卡直言自己看人很準，雖然他之前渾身髒兮兮，但舉手投足間卻有着不凡的氣質。面對少年對自己意圖的質問，盧卡表示只需要他當護衛保護自己。盧卡當場給他賜名西里烏斯，並理所當然地表示，既然你已經屬於我，那名字自然該由我來決定。西里烏斯看着眼前的盧卡，明明被當成物品和野獸對待，他卻發現自己根本生不起氣來，因為盧卡看向他的眼神裡沒有任何對獸人的輕蔑與歧視。轉眼過了1周，在盧卡的悉心照料下，西里烏斯不僅恢復了健康，也漸漸對他放下了戒備。這時女僕勞莉推門進來，為之前的救命之恩向盧卡道謝。看着眼前的勞莉，盧卡不禁想起了慘死的特蕾斯，他冷冷地打斷了勞莉的謝意，命令他老實回答問題。勞莉跪在地上低頭認命，雖然她保住了性命，但被降職為低等女僕，已經徹底擊碎了她的自尊。但這只是懲罰的開始。盧卡當面質問勞莉，到底是誰指使他派來刺客的？面對勞莉的遲疑，盧卡直接用他的家族發出威脅，逼迫他交出幕後黑手。看着驚恐萬分的勞莉，盧卡
又拋出了誘人的條件，只要他肯老實交代，自己就會保全他的家人，不讓幕後主使動他們分毫。勞力最終選擇妥協，供出了幕後主使，正是利涅伯爵家的諾埃拉小姐。得到了想要的線索，盧卡看着手中的信件，決定親自去會一會這位伯爵千金。在雪瓦利埃府邸的花園裡，盧卡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茶會。花園裡飛舞着罕見的藍色真情，空氣中漂浮着絢麗的透明泡泡，奢華夢幻的場景讓到場的貴婦們驚嘆不已。盧卡身穿華麗的藍色禮服，優雅亮相，微笑着向前來赴宴的賓客致意。貴婦們紛紛熱情地圍了上來，誇讚能收到公爵夫人的邀請是自己的榮幸，還不停追問她身上的裙子是在哪裡定制的。盧卡微笑着告訴大家，這套禮服來自一個還沒什麼名氣的新品牌，是她的丈夫澤斯推薦的。聽到盧卡親昵地直呼公爵的名字，貴婦們暗自驚訝兩人的親密關係，連忙誇讚公爵大人的眼光獨到，這個品牌以後一定會大受歡迎。這時伯爵千金諾埃拉走了過來，主動開口稱讚禮服和茶會場地非常完美。盧卡看着眼前這位傳聞中即將成為自己丈夫情婦的女人，心中暗自冷笑對方的得意忘形，面上卻依舊優雅地向她致謝，並招呼在場的賓客們入座。茶會上，諾埃拉主動挑釁，暗諷一向面無表情的盧卡竟然笑了。盧卡聽後優雅地端起茶杯，表示自己和丈夫澤斯最近感情很好，這讓一旁的貴婦們紛紛附和。諾埃拉卻不依不饒地指出，兩人不過是奉旨成婚，感情根本沒有傳聞中那麼好。盧卡看穿了對方的挑釁，微笑着表示男人婚後卻實會變。看到盧卡如此輕描淡寫的化解攻勢，諾埃拉氣得臉色鐵青。盧卡看着對方把心思全寫在臉上，只覺得這場交鋒毫無挑戰性。盧卡熱情地招呼賓客們盡情享用，空中漂浮着各種精緻的甜點和茶具，貴婦們被這神奇的魔法場景深深吸引，紛紛誇讚仿佛置身於童話王國。盧卡微笑着表示只要大家開心就好。這時一個不和諧的聲音突然響起，諾埃拉嘲諷盧卡的魔法像街頭賣藝，還算他整天只知道看連環畫。旁邊的貴婦們聽不下去，紛紛出言指責對方說話太沒分寸。面對這番當眾挑釁，盧卡神色自若地安撫身旁不安的賓客，隨後他冷冷地看向諾埃拉，直言對方根本不配參加自己的茶會，甚至為邀請了他而感到羞恥。盧卡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表示自己沒興趣和無理的人交往。諾埃拉卻不以為意，旁人也跟着起哄，暗示諾埃拉即將成為公爵的情婦。盧卡直接戳破對方的幻想，警告諾埃拉要認清情婦的本分，否則惹怒正妻，隨時會在社交界消失。諾埃拉聽後卻露出一絲冷笑，反諷盧卡只能靠婚姻關係來撐腰，嘲諷他其實什麼都不知道，真是個可憐蟲。盧卡深知諾埃拉的底氣，來自家族的商業人脈，甚至在社交界拉攏了一眾同盟，才敢如此輕視自己這個正妻。盧卡決定不再隱忍，必須改變策略，主動反擊。諾埃拉突然發難，將杯中的茶水狠狠潑向盧卡。盧卡瞬間發動水魔法，不僅在空中將茶水悉數攔下，還直接反潑了諾埃拉一身。看着狼狽尖叫的諾埃拉，盧卡冷冷地嘲諷對方粗俗，直言這樣的人當情婦簡直是笑話。諾埃拉被潑了一身茶水，心疼得直叫喚，說這可是他母親送的禮服。他氣急敗壞地指責盧卡，認為這種行為簡直不可理喻。可話還沒說完，諾埃拉突然注意到了什麼，瞬間收起剛才的囂張氣焰，換上一副委屈的表情，欣喜地迎向走來的澤斯公爵。諾埃拉本以為能得到公爵的庇護，不料澤斯卻冷冷地質問諾埃拉為什麼要傷害他的妻子，這讓諾埃拉瞬間慌了神，不明白為什麼澤斯會發火。看着諾埃拉結結巴巴地試圖辯解，澤斯滿臉厭惡地打斷他，直言諾埃拉自稱是他的情婦，簡直是個低俗的玩笑。一旁的盧卡見狀有些疑惑，既然澤斯對諾埃拉毫無感情，那諾埃拉的自信到底從何而來？諾埃拉急忙提起往事，說澤斯不僅多次拜訪他的家族，還曾從魔獸手中救過他的命。澤斯卻無情地戳破了他的幻想，解釋說去伯爵家只是為了公事，救他也僅僅是履行職責，警告他如果想要命就立刻消失。諾埃拉徹底崩潰，他哭喊着狼狽逃離了現場。目睹了全城的貴族小姐們興奮不已，紛紛感嘆澤斯對妻子的深情與偏愛。澤斯轉過身向盧卡致歉，表示自己本想來打個招呼，卻沒想到會鬧出這樣的混亂。盧卡連忙表示自己並不介意。見此情景，客人們識趣地主動提出告辭，並表示非常榮幸能參加這次茶會。盧卡微笑着送別眾人，表示期待與大家的下次聚會。客人們走後，盧卡暗自盤算，借這些人的口傳出諾埃拉的惡名，他的初步目的已經達到了。澤斯走上前向盧卡保證，自己的身邊絕不會留下其他女人。盧卡雖然嘴上說着相信，心裡卻只想着如何繼續利用他的偏愛。茶會徹底結束，女僕們開始收拾場地。轉眼到了深夜，盧卡在走廊裡遇到了澤斯。澤斯拿出一個精緻的首飾盒，裡面靜靜躺着一顆紫水晶。他溫柔地詢問盧卡是否喜歡。盧卡心中頓時警鈴大作，這一世根本沒人知道他喜歡紫水晶。澤斯卻再次提起白天的承諾，表示自己身邊只會有他一個人。澤斯突然一把抓住盧卡的手腕，沒等盧卡反應過來，便直接低頭吻了上去。一吻過後，澤斯看着有些發懵的盧卡，神色無比認真地表示自己剛才的承諾絕不是在開玩笑。澤斯溫柔地請求，希望今晚能得到盧卡的憐惜。看着眼前深情的男人，盧卡心中雖然有些意外，但很快就冷靜了下來。
他心想自己前世早已習慣將身體獻給不愛的人，因此面對澤斯接下來的親密撫摸，他並沒有選擇抗拒。澤斯溫柔地表示自己不會強迫他，但還是輕聲詢問今晚能否一起入睡。盧卡有些緊張地答應了下來。深夜裡，兩人同床共枕，澤斯從身後輕輕將他摟在懷裡，盧卡卻毫無睡意。他覺得自己有些過於順從了，畢竟他根本看不透澤斯的心思。更讓他在意的是諾埃拉戴着的那條手鏈，那明明是自己前世使用過的東西，為什麼會出現在他的手上？這個謎團讓盧卡久久無法入眠。到了第二天白天，盧卡把西里烏斯叫到房間，說有3件事想拜托他。西里烏斯爽快地答應了。盧卡注意到他正搖着尾巴，心想這家伙之前明明很警惕，看來自己親自照顧他還是有效果的。接着盧卡提出了第一個要求，讓他去接受領地騎士的同等訓練，這不僅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因為昨晚紫水晶的疑點，他想借此暗中監視澤斯的動向。隨後盧卡又提出第二個要求，希望西里烏斯去學習禮儀，這樣以後就能隨時帶他出門當護衛了。他關切地詢問對方的身體狀況，是否吃得消。西里烏斯聽完立刻點頭答應了下來。盧卡回想起前世在貧民窟的悲慘生活，深知奴隸的處境比自己當時還要艱難，他無比厭惡貴族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如今找回前世記憶的他，決定以後要善待那些平民和弱者，當然只要對方敢成為他的敵人，他也絕對不會手下留情。接着盧卡向西里烏斯提出了第3件事，他詢問對方有沒有什麼想讓自己幫忙實現的，這讓西里烏斯瞬間愣在了原地，畢竟自從淪為奴隸以來，還從沒有人問過他想要什麼。西里烏斯回過神來，請求盧卡幫自己剪掉長髮，因為這會影響他接下來的武藝訓練。西里烏斯其實有真正想實現的願望，但他覺得現在還不能完全信任盧卡，於是只提出了剪頭髮的請求。盧卡爽快地答應下來，他笑着表示自己很久沒幫人剪髮了，不過技術其實還挺不錯的。接着他搖響手铃，喚來女僕準備工具。盧卡親自動手幫西里烏斯修剪長髮，隨着剪刀清脆的聲響，西里烏斯原本累贅的長髮被一一剪短。盧卡關切地詢問這個長度是否合適。西里烏斯看着鏡子裡的新髮型非常滿意。公爵的書房裡，澤斯正坐在書桌前，神色認真地詢問眼前的盧卡願望到底是什麼。盧卡提出想讓西里烏斯學習禮儀和劍術，但考慮到西里烏斯是受人奴隸的身份，盧卡擔心很難找到願意教他的貴族。沒想到澤斯聽完直接停下筆，主動提出由他親自來教西里烏斯。這個決定讓盧卡十分意外，他連忙向澤斯表達了謝意。澤斯也溫柔地微笑着回應他。盧卡看着眼前的澤斯，心裡越發覺得不安，他實在摸不透這個男人的心思，於是決定主動試探一下。他裝作若無其事地開口，問澤斯除了紫水晶之外，還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如果澤斯真的是拉希德，聽到這個問題一定會露出破綻。沒想到澤斯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石榴和動物。這個回答讓盧卡瞬間愣在原地，因為喜歡石榴這件事，他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至於喜歡動物，也是他找回前世記憶前的事了。澤斯到底是怎麼知道的？還沒等盧卡緩過神來，澤斯又笑着補充說他還喜歡吃辣。盧卡一時間有些毛骨悚然，他開始懷疑澤斯是不是根本不在乎暴露身份，又或者是在結婚前就徹底調查過他。看着盧卡陰晴不定的神色，澤斯卻只是溫柔地笑了笑，調侃他婚後的表情越來越豐富了，這讓盧卡只能尷尬地陪笑。澤斯直言盧卡的每個表情都很可愛，這突如其來的誇讚讓盧卡有些措手不及。他暗自納悶，傳聞中冷酷無情的公爵不僅對自己百般縱容，甚至有些溺愛，這種毫無緣由的親近讓他感到違背常理。盧卡不禁想起前世的經歷，那些男人總是擅自將他美化，一旦發現現實不符就會無情翻臉，所以無論澤斯有什麼目的都極其危險。他收起思緒，維持着客套的微笑，心中卻懷疑諾埃拉之前的挑釁另有隱情，自己必須時刻保持警惕。這時澤斯拖着下巴溫柔地看着他，詢問他是否還有其他想問的事。盧卡正準備告辭，僕人突然送來一封信件。澤斯拆信後告訴他，國王要在王城舉辦婚禮慶祝宴會，他們需要盡快動身前往王都。聽到要去王都的消息，盧卡神色變得有些凝重。此時在利涅別底，諾埃拉正在做着刺繡，卻不小心扎傷了手，因為澤斯向他父親發出了正式抗議。諾埃拉被罰在房間裡禁足3天，連府裡的女僕都在私下議論，說公爵夫婦感情十分要好，這讓諾埃拉氣得根本無法平靜下來。這時女僕進屋向他匯報說，公爵夫婦很快就會暫時離開領地。得知這個消息，諾埃拉的嘴角微微勾起，心裡顯然又有了新的算盤。盧卡來到公爵在王都的別邸，正在喝茶時，女僕克拉麗絲慌忙跑來匯報，今晚要穿的禮服被人毀壞了。盧卡立刻前去查看，發現那件華麗的藍色禮服裙擺被人惡意剪得破爛不堪。他意識到有人在暗中針對自己，冷靜地命令克拉麗絲召集府裡所有的女僕。隨後他喚出暗處的西里烏斯，讓他去房間取來縫紉工具，準備親自解決這個麻煩。盧卡看着召集來的女僕，質問他們是否知罪，女僕們卻紛紛推卸責任，聲稱禮服一直由克拉麗絲保管，自己從未接近過衣帽間。見眾人只顧着撇清關係，盧卡直接宣布解雇所有人，女僕們頓時慌了神，紛紛抗議這個決定不公平。盧卡冷冷地表示自己不需要逃避責任的僕人，但他願意給眾人一次機會，只要能自己揪出真兇，其他人就可以免受懲罰。
看着神色各異的女僕，盧卡其實早已心中有數。他注意到其中兩人舉止異常，神情緊張，且下意識摸着脖子，顯然兇手就在他們之中。有女僕站出來舉報，昨天看到弗拉維和吉內特在更衣室附近，雖然兩人平時關係不和，但他們的嫌疑依然最大。盧卡立刻讓兩人站出來，直接質問他們是誰派來的間諜。兩人慌忙否認，聲稱是有人在故意陷害。盧卡轉頭詢問西里烏斯，西里烏斯證實禮服上的氣味與他在閣樓上觀察到的人完全一致。其他女僕這才反應過來，原來主人從一開始就心知肚明。盧卡冷冷地表示，既然敢對主人的東西動手，就必須付出相應的代價。弗拉維和吉內特嚇得立刻跪地求饒。盧卡深知弱肉強食的道理，直接用魔法在兩人脖子上施加束缚，只要他們從此效忠自己，這次就可以既往不咎。死裡逃生的两人連忙磕頭謝恩。盧卡清楚他們只是別人的棋子，與其徹底除掉，不如留着當眼線監視幕後黑手。隨後他遣散了其他女僕，只留下克拉麗絲和這兩人幫忙。西里烏斯此時也送來了縫紉工具，看着眼前破損的禮服，盧卡回想起前世的坎坷經歷，這點小麻煩根本難不倒他。他立刻指揮女僕們開始裁剪修補。盧卡巧手拼接了新的布料，將原本破損的禮服重新改造完畢。夜幕降臨，盧卡和澤斯順利抵達王城宴會。澤斯看着煥然一新的禮服，稱讚樣式雖然變了，但穿在盧卡身上依然無比驚豔。隨着侍從高聲宣布，澤斯與盧卡正式入場，兩人攜手走入宴會廳，瞬間吸引了全場賓客的目光。大家紛紛上前圍觀讚嘆，誇讚這套禮服猶如繁星點點的夜空，比之前更加絢麗奪目。賓客們看着禮服議論紛紛，驚嘆澤斯為了妻子毫不吝嗇。盧卡心裡很清楚，澤斯是在扮演深情丈夫的角色，以此震懾那些心懷不軌的人。隨着皇室代表舉杯致辭，慶祝公爵夫婦新婚的夏季宴會正式開始，全場賓客紛紛舉杯響應。盧卡一邊喝酒一邊暗中觀察，發現三大公爵家族今天都派人出席了，不過來的都是現任家主。紅寶石家族似乎很感興趣，琥珀家族面露敵意，而翡翠家族則在靜觀其變。雖然沒能見到各家繼承人，有些遺憾，但盧卡沒有忘記今天的目的。他主動走向斯特勞斯伯爵，微笑着搭話，拉攏關係。盧卡主動聊起伯爵領地的特產以及最近的港口開發項目，這讓斯特勞斯伯爵對他的博學大為震驚。雖然能感覺到澤斯在不遠處注視着自己，但為了以後的計劃，他必須抓緊機會拓展人脈。這時旁邊幾個名媛開始酸溜溜的嚼舌根，嘲諷盧卡根本配不上公爵，甚至用惡毒的語言咒罵他。盧卡聽到後眼神一冷，暗中施展魔法給他們一點教訓，嚇得這群人驚叫着落荒而逃。盧卡用扇子遮住嘴角，警告他們別妄想在背後議論高階貴族。盧卡看着他們的背影，心中滿是不屑。這時他突然察覺到人群中似乎有一道視線在盯着自己，他順着視線看去，只見大公主夏洛特正微笑着走來，主動向他這位公爵夫人打招呼。盧卡立刻禮貌的行禮致意，心中卻猛然想起，這位公主原本是澤斯的聯姻對象。夏洛特微笑着開口調侃說，沒想到能見到她如月見草般的笑容。這帶刺的話語讓盧卡暗自警惕。夏洛特緊接着又提起茶話會的事，暗諷盧卡舉辦的宴會過於奢華，甚至蓋過了皇室的風頭。夏洛特繼續陰陽怪氣的追問，暗示盧卡過度動用了公爵家的金庫。盧卡微笑着從容應對，表示這只是丈夫給他的正常預算，而且宴會上的魔法也是他自己的。接着他話鋒一轉，直言澤斯都沒說什麼，反而公主殿下在這裡指手畫腳。夏洛特被說得有些尷尬，辯解稱自己只是擔心澤斯娶了敗家妻。盧卡順水推舟的反擊，如果自己真是敗家女，那皇室確實該向公爵賠罪。這番話直接堵死了夏洛特的退路，畢竟皇室絕不可能向臣子道歉。盧卡接着微笑着勸告對方，自己會做好公爵夫人的本分，讓公主別再操心，還是早點另嫁他人吧。夏洛特被氣得當場失態，指着盧卡破口大罵對方是暴發戶。盧卡突然走上前，伸手撫摸着夏洛特的頭髮，當眾嘲諷他明明有未婚夫，卻還對有婦之夫念念不忘，真是可憐。夏洛特被這無禮的舉動氣得說不出話來。就在這時，盧希爾家族的家主加斯頓大聲喝止，斥責女兒盧卡對公主無禮。看着走上前的父親，盧卡也只能暫時收斂。西里烏斯被擋在宴會門外，他想起1小時前澤斯果然沒讓他跟着盧卡入場，不過這一切都在盧卡的意料之中。出發前他就單獨找過西里烏斯，交給他一張寫有秘密的紙條，要求他記下內容後立刻燒毀，並提醒他趁這段時間練習禮儀。西里烏斯領命退下，獨自向城中深處走去，準備替主人執行這項隱秘計劃。看着走上前的父親加斯頓，盧卡心中只有對這個卑鄙貴族的鄙夷。他冷漠地轉過身去，甚至懶得正眼看他。這傲慢的態度瞬間激怒了加斯頓，他大聲質問女兒這是什麼態度，隨後又慌忙轉身向公主賠罪。公主用扇子遮住臉，冷冷地表示自己並不介意。盧卡對父親的虛偽感到厭惡，平時根本不關心他，現在卻在眾人面前擺起父親的架子。此時周圍的賓客也紛紛圍觀過來。為了扭轉局勢，盧卡立刻裝出一副委屈的模樣，解釋自己只是想說明香水的事情，順便幫公主清理頭髮上的灰塵。他深知眼淚是女人的武器，只要表現得足夠柔弱，就能贏得周圍人的同情。果然賓客們開始覺得公主有些無理取鬧。
看到輿論風向轉變，加斯頓立刻換上一副笑臉，誇讚盧卡是個善良的孩子。這變臉速度讓盧卡心中冷笑不已。就在這時，米露亞微笑着走了過來。米露亞看着眼前的盧卡，暗諷他穿着不配身份的禮服，真是可憐。加斯頓也沉下臉訓斥盧卡，警告他嫁入公爵家就要對家族有用，絕不能給自己惹麻煩。米露亞躲在父親身後，暗自得意，覺得如果是自己嫁過去，絕對會比盧卡強得多。盧卡看着得意的妹妹，心中冷笑。米露亞根本不知道，她能被承認是嫡女，只是因為父親嘗到了公爵家聘金的甜頭，她遲早也會被父親賣掉。盧卡可沒打算提醒這個妹妹，他轉頭看向周圍的賓客，主動將話題引向米露亞的屋裡。一旁的澤斯看着米露亞的裝扮，也露出了嫌棄的表情。周圍賓客的議論聲傳入耳畔，大家紛紛質疑米露亞沒受過正規教育，根本不配出入皇宮。澤斯則冷漠地從人群中穿過。米露亞聽到後氣急敗壞的大喊，堅稱自己深受父親寵愛。盧卡在心中冷笑，父親同樣沒給過米露亞像樣的教育。此時加斯頓為了在公主面前維持體面，只能咬牙切齒地強忍怒火，卻連一句維護女兒的話都不敢說。這虛偽的嘴臉讓盧卡感到無比噁心，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世的父親，同樣只把女人當成利用的工具。盧卡回想起前世的悲慘遭遇，自從母親離家出走後，父親就變得暴虐無常，動輒對他非打即罵，甚至不給飯吃，將他趕出門外。更可怕的是，那個禽獸不如的父親竟然企圖對自己的親生女兒下手。看着眼前虛偽的父親，盧卡心中滿是厭惡。無論是前世那個禽獸父親，還是今世這個唯利是圖的男人，都同樣讓他感到噁心。被冷落的米露亞氣急敗壞，忍不住對盧卡大聲質問，盧卡卻只是優雅的微微一笑，當眾調侃妹妹的粗魯舉止，順便暗諷她那上不了台面的出身。周圍的賓客們立刻低聲議論起來，紛紛指責米露亞沒有教養，甚至開始戳盧希爾家族的痛處，嘲諷加斯頓收養私生女的荒唐行為。這讓米露亞在眾目睽睽之下無地自容。看着眼前混亂的場面，盧卡用折扇遮住嘴角，在心中冷冷地嘲笑這些人的愚蠢。在等級森嚴的貴族社交界，行差他錯一步就可能徹底翻車。這時公主緩緩走了過來，她微笑着調侃道，盧卡對自己的妹妹還真是毫不留情。公主挽着澤斯的手臂，嘲諷他是個冷血的人，並當眾譏諷盧卡，說澤斯的沉默證明兩人只是名義夫妻，嘲笑盧卡實在可憐。看着得意洋洋的公主，盧卡在心中冷笑，覺得她和米露亞一樣愚蠢，竟然在公众場合說出這種自毀前程的話。盧卡用折扇遮面，微笑着反諷回去，直言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卻總喜歡覬覦別人的丈夫，這種行為實在是粗俗不堪。公主被這番話氣得當場質問，盧卡卻故作無辜地詢問她為何生氣，引得周圍的賓客忍不住偷笑。公主看着裝傻的盧卡，在心中暗恨對方狡猾，竟然利用公爵夫人的身份當擋箭牌，在規則之內對自己百般羞辱。看着周圍人的反應，盧卡心想夏洛特公主在社交界怕是要留下難對付的名聲了。就在這時，盧卡突然察覺到一道異樣的視線，他猛地轉過頭去，只見澤斯正盯着自己，那眼神讓盧卡瞬間想起了前世的噩夢。拉希德也是用這種令人作嘔的眼神看着他，極度的厭惡讓盧卡瞬間僵在原地。這時旁邊傳來呼喚夏洛特的聲音，盧卡強行讓自己冷靜下來。一位金髮青年微笑着走了過來，詢問夏洛特公主發生了什麼事。來人正是貝特里克斯王國的海因里希王子，他微笑着向妹妹夏洛特打招呼，詢問這裡剛剛發生了什麼事。見到哥哥到來，夏洛特立刻換上笑臉迎了上去，而一旁的盧卡則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從剛才的驚恐中冷靜下來。面對這位舉手投足間盡顯高貴的海因里希，在場眾人紛紛躬身行禮。盧卡在心中暗自感嘆，這位被譽為完美典範的帝國皇子，確實有着與夏洛特截然不同的威嚴氣場。海因里希溫和地示意大家不必拘禮，可看着他那無懈可擊的溫柔笑容，盧卡心中卻莫名升起一絲防備，總覺得這個男人深不可測，極難對付。此時身旁的澤斯也已經恢復了往日那副冷淡的模樣。夏洛特立刻向哥哥告狀，聲稱自己被盧卡愚弄了。海因里希卻毫不客氣地指出，是夏洛特自己先失禮的。隨後他警告加斯頓侯爵，聲明盧卡沒有任何過錯，讓這場鬧劇到此為止。加斯頓不敢違抗，只能帶着米露亞灰溜溜地退下。盧卡在一旁默默觀察，發現這位皇子確實如傳聞般公正。海因里希接着替妹妹打圓場，解釋夏洛特是因為即將出嫁壓力太大，希望盧卡和澤斯能原諒他的失禮。盧卡微笑着順水推舟答應下來，他很清楚繼續和皇室糾纏毫無益處，既然目的已經達到，是時候見好就收了。海因里希表示會把這件事上報給國王，接着他轉頭看向一旁面色冰冷的澤斯，調侃對方不要用這種可怕的眼神盯着自己。澤斯這才收斂起敵意，冷淡地應了一聲。為了徹底平息這件事，海因里希主動提出要給盧卡補償，承諾可以滿足他一個在權力範圍內的要求。這正中盧卡的下懷，他故意把事情鬧大，就是為了引皇子出手。如今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計劃順利進行，海因里希的慷慨更是給了他一個意外之喜。
盧卡故作苦惱地表示自己一時間還沒想好要什麼。隨後他順勢提出希望允許自己的貼身護衛能隨時隨地跟在身邊。海因里希有些意外，確認盧卡只要這個賞賜後，主動提出可以為他開具一份書面許可。盧卡立刻笑着道謝並接受了提議，但他心裡很清楚，海因里希肯定知道他的護衛是獸人，主動給特許另是為了讓他分擔風險。這位皇子果然心思深沉。海因里希看着眼前的盧卡，微笑着稱讚他和以前大不相同，而且是變得越來越好了。盧卡優雅的客套回應，一旁的澤斯則冷眼看着兩人，虛與委蛇。海因里希不再多留，帶着滿臉不情願的夏洛特告辭離開。閒雜人等走後，澤斯向盧卡抱怨起來，直言剛才為了配合他的計劃，自己忍耐得非常不痛快。盧卡見狀只能笑着向他道歉，誰知澤斯順感爬，要求盧卡給他一份克制的獎賞。看着態度轉變極快的澤斯，盧卡無奈的在心中吐槽他情緒多變。盧卡只能微笑着向他道謝，並答應會好好考慮，畢竟順着他的意思總比直接拒絕惹惱他要好。就在這時，宴會廳另一側突然傳來玻璃破碎聲，伴隨着一陣尖銳的斥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公主正當众刁難僕人，指責對方連倒酒這種小事都做不好。盧卡看着這一幕，心中對這些濫用特權的貴族充滿厭惡。他向澤斯告退，準備過去查看情況。公主還在不依不饒，甚至將紅酒直接潑向了僕人。他怒氣冲冲地命令女僕立刻把地上的狼藉收拾乾淨滾蛋。面對刁難，女僕只是平靜的答應，這毫無波瀾的反應讓公主更加惱火，忍不住嘲諷他是個沒有感情的木頭。公主冷哼一聲，轉身離去，只留下女僕獨自跪在地上清理污漬。這時盧卡主動走了過去，遞上手帕輕聲喚她起來擦臉。為了不弄花女僕臉上的妝容，盧卡特意避開面部，施展水魔法幫她清理頭髮和衣服。轉眼間，女僕身上的紅酒漬便消失無蹤。看着恢復乾淨的衣物，女僕滿臉驚訝。盧卡溫柔地誇讚女僕，說她的紅眼睛像寶石一樣漂亮，並微笑着與她告別。宴會進行的差不多了，澤斯主動提議離開，盧卡立刻答應下來。回到府邸後，西里烏斯前來匯報，表示已經找到了盧卡想要的東西。盧卡讚許地誇獎了他，接着盧卡透露自己今晚準備偷偷溜出去，讓西里烏斯提前做好準備。西里烏斯點頭答應。獨自泡在浴池裡的盧卡雖然對澤斯有些愧疚，但他還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離開這裡。澤斯穿着睡袍一直在等盧卡，見他回來便溫柔地迎上前，詢問他是不是累了。盧卡心中雖然有些愧疚，但為了今晚的秘密行動，他只能借口疲憊想獨自回房休息。澤斯雖然有些失落，但還是體貼地向他道了晚安，沒有繼續打擾他。避開澤斯後，盧卡迅速換上輕便的行裝，並改變了自己的髮色和瞳色。前來接應的西里烏斯看到這一幕，不由得驚訝地詢問起他外貌的變化。盧卡解釋自己使用了魔法道具，順手幫西里烏斯也改變了髮色和瞳色。兩人悄悄溜出府邸。盧卡心裡清楚，澤斯其實早就察覺到了他的計劃。見盧卡有些出神，西里烏斯關切地詢問，盧卡收回思緒，示意他立刻在前面帶路。在西里烏斯的帶領下，兩人來到了城中一處偏僻的酒館。酒館裡魚龍混雜，而他們今晚要找的目標正坐在角落裡。西里烏斯帶着盧卡來到酒館門前，盧卡推門而入，無數複雜的視線立刻投了過來。兩個偽裝成傭兵的男人上前挑釁，言語輕浮地調戲盧卡，卻被他一眼看穿是黑暗公會的人。面對挑釁，盧卡微笑反諷，對方惱羞成怒，揮拳砸了過來。盧卡側身輕鬆躲過，笑着嘲諷對方頭腦簡單，這徹底激怒了動手的男人。被激怒的男人招呼同夥拔劍圍攻，西里烏斯立刻拔劍想要護住，卻被盧卡按住退到身後。盧卡直接施展水魔法，瞬間將衝上來的幾人全部擊退。看着到地不起的眾人，盧卡冷淡地表示自己並非來尋釁滋事，並微笑着警告這只是自衛，若是動真格他們早就沒命了。恐怖的殺氣頓時嚇得幾人冷汗直流。對於剛才的流血衝突，盧卡內心毫無波瀾。前世的殺戮與這一世的殘酷訓練，早已讓他對這種場面習以為常。被擊退的男人氣急敗壞的破口大罵。角落裡長着獸腳的烏舒姆加爾冷冷警告，讓這群貴族立刻滾出酒館，否則就把他們一起扔出去。盧卡敏銳地察覺到對方對貴族的敵意，這反而讓他覺得對方是絕佳的拉攏對象。他開始思考該如何讓對方為己所用。這時一個叫珍妮的女人走了過來，看着眼前的盧卡，敏銳地察覺到這位貴族女子與眾不同。酒館老板不解珍妮為何親自出面，珍妮解釋稱恩人有難不能做事，不管，況且對方深知酒館背後的勾當，貿然拒絕絕不會有好下場。老板感嘆貴族手段陰險，伸手掀開了西里烏斯的兜帽，赫然發現他也是個獸人。看到西里烏斯身上的奴隸印記，老板怒不可遏，痛斥貴族根本沒把獸人當人看。西里烏斯立刻大聲反駁，澄清主人不僅救了受虐的自己，還給予溫飽並平等相待，絕非他們所想的那般殘暴。西里烏斯激動地表示，主人絕不會強迫自己做不喜歡的事。一旁的烏舒姆加爾十分吃驚，沒想到驕傲的銀狼一族竟然會站在人類這邊。聽到西里烏斯這番話，酒館裡的眾人紛紛動搖起來。盧卡見局勢有所好轉，主動開口向西里烏斯和珍妮道謝。見貴族居然會真誠地向奴隸道謝，烏舒姆加爾感到不可思議，追問珍妮這位貴族究竟是如何成為他恩人的。
珍妮回憶起在宴會上被其他貴族刁難並被盧卡解圍的經歷。得知真相的公會會長烏舒姆加爾抱怨珍妮沒有早點告訴他，珍妮無奈表示說了他也不會相信。隨後珍妮向盧卡介紹，烏舒姆加爾不僅是會長，也是他的養父，而他潛入王城當女僕是為了幫公會收集貴族的情報。盧卡道謝後直接切入正題，詢問珍妮離開王城是否會影響公會。得知還有其他眼線後，盧卡承諾會給予豐厚報酬，達成合作。珍妮爽快答應，盧卡主動提出可以簽訂血液契約，以確保雙方互不背叛。酒館老板感嘆盧卡很懂黑道規矩，西里烏斯在一旁好奇地打聽什麼是血液契約。得知背叛契約會痛苦死去後，西里烏斯急忙表示願意替主人承擔。盧卡立刻出聲制止了西里烏斯，嚴厲警告他不要越俎代庖，直言只有自己親自簽訂契約才有意義。老板看出盧卡其實是在保護西里烏斯，心中對貴族的刻板印象開始動搖。盧卡主動提出正式簽訂契約，並擬定了互不傷害的平等條款。烏舒姆加爾爽快答應，雙方當即在酒杯前立下誓言。盧卡與烏舒姆加爾共同舉杯一飲而盡，隨着契約魔法陣在兩人腳下展開，血液契約正式達成。烏舒姆加爾坦言，盧卡是他合作過的第一個貴族。盧卡微笑着表示榮幸，並為之前對公會成員的粗魯舉動致歉。烏舒姆加爾表示並不介意，但也直言這裡的人都討厭貴族，希望盧卡能包容大家以後的冷淡態度。盧卡對此表示理解，既然目的已經達到，盧卡起身準備告辭。他意味深長地表示兩人很快會再見面，隨後帶着西里烏斯轉身離開。深夜的街道上，盧卡正跟西里烏斯抱怨想早點回去，卻突然察覺到了異樣。他冷冷地看向四周的陰影，警告躲在暗處的跟蹤者主動現身。眼看對方沒有反應，盧卡直接抬手施展水魔法，奔湧的水流瞬間化作鎖鏈，將其中一名潛伏的黑衣人死死困住。然而襲擊者不止一個，另一名黑衣人趁機從半空揮刀刺來，盧卡反應極快，瞬間凝聚出水盾擋下了這致命一擊。黑衣人震驚於盧卡能無垠唱施法，盧卡則一臉輕鬆地表示，既然不用再設交界隱藏實力，那他其實非常擅長魔法。接着盧卡好心提醒對方，他們的雇主可不是什麼好人。還沒等黑衣人從驚恐中回過神來，盧卡已經凝聚出水刃揮了過去，瞬間將眼前的襲擊者解決。隨後盧卡轉頭看向身後的烏舒姆加爾，告訴他自己還留了一個活口，順便交代他等會兒把這些刺客的腦袋打包送給幕後的委託人。烏舒姆加爾在屋頂上向盧卡確認櫃檯上的錢，盧卡笑了笑，與他道別後轉身離開。走在深夜的街道上，盧卡對這次的合作非常滿意。這個暗黑公會不僅辦事乾淨利落，還成了他手中出乎意料的強力妻子。盧卡正準備帶西里烏斯回家，卻突然察覺到身後的動靜。他警惕地猛然回頭，發現澤斯不知何時已經跟了過來，正微笑着伸手要接他回去。澤斯在月光下溫柔地伸出手，說自己是來接盧卡回去的。盧卡雖然有些驚訝，但還是開口詢問他為何會出現在這裡。澤斯笑着反問，既然你早就知道被跟蹤，又何必多此一問？盧卡表面上隨聲附和，內心卻暗自警惕。他預料到會被跟蹤，卻完全沒有察覺到澤斯的氣息。盧卡推測，如果澤斯就是拉希德，在看到他與黑暗公會聯手後，應該不敢再輕易動手。這本是他故意引誘對方的目的，卻沒想到澤斯會直接現身。澤斯微笑着表示，自己原本打算幫盧卡清理刺殺現場，但現在看來似乎不需要了。盧卡禮貌地道謝，心中卻充滿疑惑。澤斯顯然目睹了剛才的戰鬥，卻完全沒有追問刺殺的起因，反而主動提出幫他善後，這讓盧卡摸不透對方的真實意圖。澤斯提議啟程回去，盧卡點頭答應。然而剛走沒幾步，澤斯突然用力握緊了盧卡的手，盧卡感到一陣疼痛，看着澤斯陰沉的側臉，忍不住詢問他是否在生氣。一旁的西里烏斯有些不知所措，而在屋頂上暗中觀察的烏舒姆加爾正與同伴暗自慶幸沒有被實力深不可測的澤斯發現。烏舒姆加爾拆開盧卡留下的信件，無奈地向同夥抱怨，今晚還得再幹一票，而且因為盧卡這個女人，他們甚至得連夜轉移陣地。王宮裡，公主正在床上熟睡，突然察覺到房間裡有異樣，她猛地睜開眼睛，借着微弱的光線，公主驚恐地發現床頭赫然擺着幾顆血淋淋的人頭，旁邊還留着一封信，詢問她是否喜歡這份禮物。公主看着信件，直接用魔法將其燒成灰燼。她咬牙切齒地念叨着盧卡，她本想用暗殺警告一下盧卡，而且明明已經多次切斷了線索，卻沒想到對方這麼快就查到了自己頭上。這說明盧卡背後也有暗黑公會撐腰，而且實力遠在他的勢力之上。對方甚至能繞過國王的眼線，直接把人頭送進他的臥室。這顯然是盧卡在向他示威，警告他隨時可以取其性命。面對這種赤裸裸的威脅，公主決定暫時按兵不動。她喚出暗處的親信，命令他們立刻處理掉人頭，並在女僕發現前把床單換掉。僕人們恭敬地領命，表示會在公主沐浴時將床鋪徹底清理乾淨。隨後僕人施展火魔法，將沾滿血跡的床單和人頭燒成灰燼。公主本想裝作愚蠢讓盧卡放鬆警惕，可如今的局面卻徹底脫離了掌控。第二天一早，一輛馬車急匆匆地駛向王宮。雖然王室聲稱這次緊急召見是為了替公主的無禮賠罪，但如此倉促的決定還是讓盧卡隱隱察覺到了不對勁。盧卡和澤斯步入王宮大殿，向國王和公主行禮。國王態度十分客氣，
主動為女兒之前的無禮行為道歉，並讓盧卡平身。看着一旁低頭不語的公主，盧卡一眼看穿她的偽裝，對方神色鎮定，完全不像早上剛在床頭見過人頭的樣子，顯然他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國王為了安撫，主動提出給盧卡補償，讓他儘管提要求。在國王眼裡，盧卡最近雖然變得手段狠辣，但留下襲擊者性命的行為，說明他依然不夠成熟。而這一切都在盧卡的計劃之中。他昨天已經搞定了西里烏斯的事，今天正好順水推舟，準備把珍妮也一併要過來。盧卡順勢提出自己的條件，想要昨晚被公主潑紅酒的女僕。國王有些猶豫，擔心放走受委屈的僕人會洩露王室機密。盧卡卻微笑着補充道，希望接收一個沒有被施加任何限制魔法、完全自由的珍妮。國王聽後忍不住大笑起來，他看穿了盧卡的意圖。盧卡沒有要求懲罰公主，而是利用公爵家的權勢，逼迫國王做出極大的讓步。一旁的公主氣得咬牙切齒，覺得盧卡是在公然挑釁和操縱局勢。她忍不住想要開口斥責，卻被國王嚴厲的喝止。國王嚴厲地斥責了公主，指出這一切麻煩都是因她而起。隨後，國王向盧卡致歉，並當場答應了他要走珍妮的請求。盧卡優雅地向國王謝恩。國王看着眼前的盧卡，心中卻暗自感到後悔。如果早知道他如此精明，當初絕不會同意他嫁入公爵家。而盧卡此時正暗自得意，珍妮留在王宮，遲早會被公主侵犯。如今順理成章地把人要過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珍妮很快收拾好行李，跟着盧卡一同離開了王宮。馬車一路疾馳，終於順利回到了領地。澤斯溫柔地挽着盧卡，兩人在夜色中並肩前行。回到府邸，僕人們早已在大門兩側恭候。然而僕人們個個神色異樣，保持着沉默。這反常的氛圍立刻引起了盧卡的警覺，他心中暗自冷笑，看來自己不在的這段時間，某些人果然按捺不住開始動手腳了。那就讓對方先得一陣子吧。澤斯顯然也察覺到了異樣，但盧卡決定自己來解決。盧卡主動叫住了女管家，將帶回來的珍妮介紹給他，並當眾宣布，從今天起，珍妮就是他的首席貼身女僕。盧卡要求女管家對珍妮進行培訓。女管家雖然立刻低頭領命，但她臉上瞬間閃過的異樣神色，還是被敏銳的盧卡捕捉到了。盧卡微笑着提醒女管家，作為公爵家的總管家，應該不會刁難自己親自任命的女僕。女管家連忙低頭，保證絕不會發生這種事。看着女管家帶走珍妮，盧卡深知府邸裡一直存在僕人間的霸凌，而澤斯此前從未插手管教過這些下人，導致僕人們的素質完全配不上公爵府。這時，澤斯走上前為盧卡披上外套，提醒他時間不早了，催促他早點回房休息。澤斯溫柔地向盧卡道了晚安，便轉身離去。盧卡看着他離去的背影，知道澤斯今晚還要繼續處理公務。4天後，盧卡收到了一封茶會的邀請函。盧卡回到房間後，立刻向女僕勞麗打聽府邸裡的傳聞。勞麗緊張地透露，諾埃拉曾跑來散布謠言，指責盧卡在揮霍民眾的稅金。盧卡聽後覺得十分荒謬，他的開銷明明都來自公爵夫人的專屬預算，但外人根本不了解內情，這種謠言在平民聽來確實極具煽動性。盧卡端起茶杯，質問勞麗為何在謠言傳播時沒有出面澄清。勞麗支支吾吾地承認自己什麼都沒做。盧卡對此並不意外，因為勞麗的家族在婚禮風波後已是自身難保，如果他敢公開反駁，整個家族都會被貴族社交圈徹底拋棄。盧卡喝了口茶，冷笑着提醒勞麗，是自己保住了他家族的貴族地位。勞麗嚇得渾身發抖，哭着向盧卡求饒。盧卡看着眼前的勞麗，心中卻想起了被害死的特蕾斯，他冷冷地打斷勞麗，讓他立刻退下。隨後，盧卡將珍妮叫到身前，命令她去調查府邸裡的謠言是否屬實，並把領地內孤兒院的所有文件都找出來。珍妮恭敬地低頭領命。接着，盧卡拿出一封信，作为茶会邀請的回信送出去。他又吩咐西里烏斯把自己的針線盒和那件藍色禮服拿來。僕人們很快將禮服和工具送到。盧卡拿起剪刀，看着眼前的藍色禮服，微笑着決定重新開始縫紉。盧卡乘車來到了一處寧靜的修道院，年邁的修女早已在門口恭候，熱情地迎接這位新晉的公爵夫人。盧卡為自己的突然拜訪禮貌致歉，解釋說自己剛接手公爵夫人的事務，所以才把這次正式拜訪耽擱到了今天。修女聽後連忙表示不用這麼客氣。她提到曾聽澤斯說起過，盧卡最近一直忙於應付王宮的邀請，沒想到剛閒下來就立刻趕了過來。修女由衷地讚嘆澤斯娶了一位好妻子。看着修女那毫無虛偽的溫柔笑容，盧卡心中微微一動，這真誠的模樣讓他不由得想起了特蕾斯。就在兩人交談時，旁邊突然傳來小孩子驚嘆漂亮的聲音，嚇得修女連忙出聲制止。孩子們興奮地圍了上來，拉着盧卡的裙子邀請他一起玩。修女見狀有些慌張，急忙想要出聲制止孩子們，盧卡卻一點也不介意，反而溫柔地提議大家去花園裡玩。修女看着這一幕，心裡十分感慨，以前那些來做慈善的貴族雖然嘴上掛着微笑，但只要被孩子們碰到就會嫌棄地拍打衣服，而盧卡卻能如此自然地與這些孤兒們相處，甚至還帶着獸人少年西里烏斯同行，這讓修女確信那些針對盧卡的謠言絕對是惡意中傷。隨後，盧卡讓西里烏斯打開箱子，把精心準備的禮物分給孩子們。女孩子們拿到了精致的換裝玩偶，男孩子們則得到了帥氣的木劍。修道院裡頓時充滿了歡聲笑語。小女孩抱着兔子玩偶，興奮地誇讚玩偶的裙子閃閃發亮。盧卡溫柔地解釋，這是用她以前的禮服改制的，很高興孩子們能喜歡。這時，一個男孩
揮舞着木劍，喊着要懲罰邪惡的公爵夫人，衝向了旁邊的女孩。盧卡見狀，走到男孩身後，手中凝聚起一團水魔法，微笑着警告他要友好相處，否則就要用魔法來懲罰他。嚇得男孩趕緊大聲答應。看着孩子們玩耍的身影，盧卡心中暗自思忖，看來正如珍妮之前匯報的那樣，關於自己是邪惡公爵夫人的謠言已經漸在領地裡傳開了。天色漸晚，盧卡向修女長提出告辭，修女長由衷地感謝他的到來，讓孩子們度過了快樂的一天。盧卡微笑着承諾以後還會再來。隨後，盧卡登上馬車啟程回府，準備去處理接下來的事情。一切準備就緒後，盧卡動身前往一處莊園。他微笑着向主辦人致謝，感謝對方的盛情邀請。對方也客套地表示，能請到公爵夫人是他們的榮幸。看着在座的貴族名媛，盧卡心中暗自冷笑，這些人全都是諾埃拉的跟班。不過這正合他意。當諾埃拉熱情地請他入座時，盧卡卻突然合上折扇，冷淡地拒絕了對方，直言自己今天來可不是為了喝茶。諾埃拉見狀，心中一驚，意識到盧卡可能已經查到自己就是散布謠言的幕後黑手，但他仍心存僥倖，認定盧卡絕對拿不出證據。諾埃拉在心中暗自得意，覺得在座的貴族名媛都是自己人，只要盧卡拿不出確鑿的證據，就根本奈何不了他。面對盧卡的質問，諾埃拉故作鎮定地予以否認，聲稱這都是毫無根據的指控。然而盧卡卻表現得十分無所謂，直言自己根本沒興趣找出幕後黑手。這出乎意料的態度讓諾埃拉十分困惑，一時間摸不透對方的真實意圖。緊接着盧卡微微一笑，表示關於自己的謠言已經徹底消失了，這讓諾埃拉頓時愣在原地。盧卡之所以這麼有底氣，是因為孤兒院的修女長在領地裡極具威望，她一直在幫盧卡宣傳善舉，誇讚他對孤兒們的慷慨與陪伴。這位深受鎮民信賴的修女長親自出面為盧卡的人品背書，那些抹黑公爵夫人的謠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聽到這個消息的諾埃拉徹底懵了，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明明還在花錢雇人散布謠言，怎麼可能說沒就沒了？在盧卡看來，諾埃拉如果真想徹底擊垮他，就該偽造他揮霍無度的證據，可惜对方根本沒這個膽量。不過既然敢出手，盧卡就絕不會輕易放過他。諾埃拉強裝鎮定地追問盧卡到底是什麼意思，盧卡只是搖着折扇微微一笑，反問他覺得會是什麼意思。盧卡神色平靜地指出，諾埃拉的家族背地裡幹了不少骯髒勾當。面對諾埃拉驚慌失措的否認，盧卡直接將一疊調查報告揚在空中，直言諾埃拉引以為傲的華麗衣着和美貌，全都是用不義之財堆砌出來的。這些文件詳細記錄了諾埃拉家族的罪證，從賄賂官員、釋放罪犯到非法販賣人口，甚至分銷毒品，每一項都足以讓他們徹底翻不了身。諾埃拉看着散落一地的證據，嚇得直接癱坐在地上。盧卡在心中暗自冷笑，諾埃拉以為自己把秘密藏得天衣無縫，卻低估了幫盧卡搜集情報的那些人。對付這種不入流的貴族，他們甚至不需要費多大功夫。不過盧卡也發現了一個疑點，既然諾埃拉家族靠這些勾當賺了暴利，他們的生活卻並沒有想象中那般奢華。盧卡用折扇半遮着臉，一針見血地指出諾埃拉不過是公主身邊的一隻金絲雀。盧卡繼續無情嘲諷，直言諾埃拉的家族為了高攀公主，真是不擇手段。被戳中痛處的諾埃拉徹底破防，直接暴怒出手，對盧卡發動了落石魔法。然而盧卡根本沒放在眼裡，隨手召喚出水幕，輕而易舉地擋下了所有攻擊。盧卡看着眼前的碎石，微笑着詢問諾埃拉，這算不算是對他的謀殺未遂？諾埃拉此時已經徹底失去理智，既然家族罪證敗露，橫豎都是死，他決定拉着盧卡同歸於盡，報復對方搶走了澤斯。面對這排山倒海般的攻勢，盧卡卻顯得異常平靜，甚至還有閒心出言嘲諷，直言自己根本不會害怕一個連魔獸都沒見過的溫室花朵。話音剛落，盧卡便操控起強大的水魔法，瞬間化解了對方的攻勢。隨着盧卡傾吐出滲透二字，洶湧的水流直接將諾埃拉死死困住，讓他瞬間變得狼狽不堪。被水流魔法束縛的諾埃拉陷入極度恐慌，他害怕自己會被處決。盧卡指着他手上的手鏈，詢問這件東西的來歷，並表示這關係到諾埃拉的生死。為了保命，諾埃拉急忙交代，手鏈是安娜貝爾送給他的信物。盧卡立刻意識到，安娜貝爾就是婚禮風波的幕後黑手，得到了想要的線索。盧卡冷漠地向諾埃拉告別，面對諾埃拉絕望的求救，盧卡直言自己絕不會放過任何想傷害他的人。諾埃拉驚恐地質問盧卡，為什麼連勞力也不放過？盧卡微微一笑，透露自己是故意把勞力弄來當女僕的。如今兩人的勾當已經徹底敗露，他自然不會再提供任何庇護。諾埃拉這才猛然醒悟，盧卡從一開始就設好了局，要把他們一網打盡。就在這時，騎士們破門而入，大聲呵斥眼前的衝突。上一秒還勝券在握的盧卡，瞬間換上一副驚恐的表情，一邊尖叫着往後退，一邊指着諾埃拉大喊救命，控訴對方想要殺掉自己。只留下滿臉懵逼的諾埃拉愣在原地，任憑諾埃拉如何掙扎大喊，騎士們還是強行將他壓了下去。騎士看着驚魂未定的盧卡，體貼地表示改日再來了解情況。盧卡也順勢柔弱地答應下來。風波平息後，盧卡乘上回程的馬車，車廂裡，盧卡看着眼前的女僕勞力，微笑着向她表達感謝。還沒等勞力反應過來，盧卡
便猛地掐住他的脖子，眼神冰冷地表示自己可從來沒有原諒過他，要送他和諾埃拉一起下地獄。珍妮突然拔出短劍，勞力見狀迅速出手奪下武器，厉聲質問他竟敢對盧卡大人不敬。珍妮則慌亂地辯解自己絕無殺心。勞力憤怒地斥責珍妮忘恩負義。盧卡坐在一旁，心中卻暗自讚嘆珍妮的演技十分逼真。盧卡順勢裝出虛弱的模樣，表示自己身體不適，想要回房休息。被押往刑場的諾埃拉終於絕望地意識到，盧卡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放過他，只是為了讓他在最後的希望中墜入深淵。隨着斷頭台的鍘刀落下，諾埃拉徹底迎來了他的結局。在一場貴族聚會上，安娜貝爾正和名媛們翻閱着最新報紙，上面赫然登着諾埃拉和家族覆滅的消息。報道稱他因嫉妒企圖謀殺公爵夫人，最終導致家族徹底敗落。看着報紙上的報道，安娜貝爾不屑地冷笑一聲，嘲諷諾埃拉是沒用的廢物。既然這個棋子已經指望不上，他決定下次親自對盧卡動手。與此同時，公爵府內，盧卡看着桌上堆積如山的信件。自從他洗清冤屈並展現鐵血手腕後，各大貴族紛紛送來社交邀請。盧卡叫來貼身女僕珍妮，吩咐她將這些邀請函分類整理。珍妮立刻恭敬地答應下來。盧卡看着手中的信件，提到澤斯以前總是拒絕所有社交邀請，但如今自己成了公爵府的女主人，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推脫。他由衷地感謝珍妮能來幫自己。珍妮微笑着表示，留在盧卡身邊做事很有意思。接着他話鋒一轉，調侃起澤斯也不像個典型的貴族。珍妮提起盧卡遇襲那天，澤斯一聽到消息就急匆匆地趕了過來，整個人顯得無比慌張。盧卡不由得回想起當時的場景，他本以為澤斯會因為公爵夫人的尊嚴受損而憤怒，沒想到對方卻只顧着緊張的噓寒問暖，甚至還強硬地催促他早點休息。對於這段名義上的契約婚姻來說，澤斯的反應確實有些過度保護了。盧卡看着信件微微一笑，心想他確實和那些冷酷的貴族完全不同。澤斯無微不至的體貼和善意，反而讓盧卡感到一絲不安。他無法信任自己看不透的動機，而且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澤斯與拉希德之間存在聯繫。這時珍妮低聲詢問盧卡是否知道澤斯派了部下在暗中監視他，盧卡這才確信自己確實被跟蹤了。而另一邊，澤斯正將一份寫好的便簽交給管家約瑟夫，吩咐他盡快去安排妥當。得知真相的盧卡並沒有打算拆穿，他只是因為之前沒有確鑿的證據，於是叮囑珍妮暫時保密。珍妮也立刻點頭答應下來。盧卡在書房翻看着信件，發現對方也是個渾身是秘密的人。既然收到了邀請，他決定親自去會一會對方。盧卡換上禮服，來到莊園花園，客套的表示能來參加茶會，非常榮幸。主辦人安娜貝爾拿着折扇上前迎接，微笑着歡迎公爵夫人的到來。盧卡看着眼前故作高傲的安娜貝爾，明明是對方主動發來的邀請，見面時卻裝出一副驚訝又冷淡的模樣，這演技確實沒讓周圍人看出破綻。盧卡以前從沒和安娜貝爾打過交道，只覺得對方看起來柔柔弱弱，但直覺告訴他，這個女人絕對沒有表面上那麼簡單。安娜貝爾突然在茶會上哭了起來，借口說看到盧卡就想起了諾埃拉，以此在眾人面前裝可憐。盧卡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戲，心想這招自己也經常用，倒也並不覺得討厭。周圍的人紛紛開始同情安娜貝爾，覺得她重情重義，甚是可憐。看着這群人虛偽的同情，盧卡冷笑着反問，既然大家這麼善良，那如果自己現在殺了安娜貝爾，大家是不是也會原諒他？說話間，盧卡直接釋放魔法，水流擦着安娜貝爾的臉頰飛過，嚇得安娜貝爾驚聲尖叫。隨後盧卡收起魔法，輕描淡寫的表示這只是個玩笑。盧卡用折扇半遮着臉，冷冷的表示教訓無理之人理所應當。接着他提起了諾埃拉的案子，直言諾埃拉之所以會對自己動手，是因為有人在背後挑唆。那人曾給諾埃拉灌輸愚蠢的幻想，聲稱只要自己嫁給公爵，就允許他當情婦。盧卡指出，這正是諾埃拉的臨終證詞。如果不是這個幕後黑手挑撥，諾埃拉也不至於丟了性命。聽到這裡的安娜貝爾臉色慘白，她終於明白自己徹底敗了。在絕對的證據和實力面前，安娜貝爾不得不提起裙擺，卑微地向盧卡低頭道歉。然而，看着眼前低聲下氣的安娜貝爾，盧卡只是冷漠地合上折扇，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她的道歉。盧卡拍拍手準備離開，直言自己留下來只會破壞氣氛。安娜貝爾見狀趕緊出言挽留，聲稱準備了鄰國的稀有茶點，但盧卡根本不給面子，提起裙擺優雅地行了個禮，冷淡地表示既然主人不歡迎，自己也沒厚臉皮倒賴着不走。臨走前，盧卡突然湊近安娜貝爾，輕聲誇讚她的指尖非常美麗，還說她看起來就像仙女女王一樣。這句讚美其實是拉希德的標誌性情話，他曾用同樣的話討好過盧卡。聽到這句私密情話的安娜貝爾如遭雷擊，她怎麼也想不通盧卡為什麼會知道這句情話。安娜貝爾為之前的無禮向盧卡道歉，並提議為他舉辦一場婚禮慶祝宴。盧卡雖然覺得看不透對方的意圖，但為了順藤摸瓜查清真相，他還是微笑着答應了下來。轉眼到了茶會當天，盧卡換上了華麗的禮服，在珍妮的陪同下準備出發。澤斯看着盛裝打扮的盧卡，由衷的讚嘆她的美麗，並遺憾自己無法陪同前往。盧卡笑着表示這只是女性茶會。隨後他告別了澤斯，帶着隨從們動身前往。盧卡對安娜貝爾的身份產生了懷疑，這個女人到底是什麼來頭？他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親自把對方的底細查個清楚。